这已经是女人的第4次婚礼。婚礼上突然亮起了闪光灯，新郎回避的眼神让新娘误以为他不是心甘情愿娶她，然后他回头向着门口跑去。新郎急步冲向她，女人走向另一个出口，然后从窗户逃跑。等新郎来到窗户前，刚好看见他上了一辆快递车。这已经是他第4次逃婚了，每次都是在最后这一刻临阵退缩。新郎在后面无助的追赶，直到看着车辆消失在了视野中。记者也在后面跟着他们，都不想错过这次能上头版的机会。克里斯是一名专栏记者，而前妻恰好正是他的顶头上司。虽然有着这层关系，但并没给他在工作上提供更多的便利。这天因为他迟迟交不上稿件，前妻不留情面的给他下了最后通牒。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听到一个男人说起自己的小镇上有一个喜欢逃婚的女人。She's performed the travesty 7 or 8 times. Turns around, runs like hell, bolts. Adios. 眼看交不出题材，克里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将自己听到的登上了报纸，中间还掺杂着他自己的一些个人猜想。于是，在没有经过事实求证的情况下，就把报纸刊登了出来。这篇报道很快被传到安妮的小镇上。起初，他还以为是好友故意整蛊他。And it is the rudest, most offensive joke anyone has ever played on me. You guys, how long did this take you? Maggie, you told us no bachelorette jokes, so we didn't. 直到看到镇上的人对他议论纷纷，勾勒出安妮做新娘时做过的事，顿时让他火冒三丈。安妮决定写信投诉他，没有经过实时求证情况下就捏造事实，并把投诉信寄到了报社。领导找到了克里斯，严厉批评了他这种不专业的行为。最后，克里斯因为虚假报道被报社辞退。第二天，安妮就在报纸上看到了解雇克里斯和对自己道歉的专栏。克里斯失业后，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家里，突然收到了好友的电话，好友给了他一个扭转乾坤的办法，只要他能证明报纸上写的内容是真实的，或许就可以改变他被辞退的现状。考虑许久之后，克里斯来到了安妮所在的小镇，在经过多方打听之后，很快就找到了她。Shazam! I think I'm in Mayberry. 他来到店内，并表明自己这次来是想要给安妮做真实的采访。安妮从他进门就认出了他，决定趁机实施报复。Instead of a haircut, how about a wash? Get all that city grit out of your hair. You'll answer my questions? Fine. You wash, I'll ask. 可安妮压根就没有给他提问的机会。克里斯这才明白自己被耍了，知道安妮对他存有敌意。克里斯起身离开店铺，打算从其他方面入手调查。You know, if you came down here in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you might as well go back because you can't make me feel bad. Look, I'm not trying to make you feel bad. I'm here for vindication. 他坚决地表示不会再让他再把自己登上报纸。可克里斯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晚上，安妮刚回到家，就看到了正在跟家人热聊的克里斯。他还特意带来了美酒，并为他上次的错误报道向安妮的家人道歉。父亲把他3次逃婚的事都告诉了克里斯。对于父亲的大嘴巴，安妮无奈地回了房间。克里斯从安妮父亲拿到了3次逃婚的录像带。视频上的安妮活泼可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可每次到了宣誓环节，安妮又毫无征兆地溜走，这让克里斯认为自己所写的内容都是真实的。接下来他要证实的就是他的猜想：安妮之所以逃婚，到底是在玩弄感情，还是另有原因？之后的时间里，克里斯总是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他的面前。他从蛋糕店老板口中得知，下周就要迎来安妮的第4次婚礼。他还宴请了全镇的人参加。安妮怀疑他一直在跟踪他，连忙上前警告他，如果他继续跟着自己，他就会报警告他耍流氓。这招果然很有效果，克里斯再也没出现在他的面前。原来他把目光转移到了身边的人身上，试图从他们身上了解到安妮逃婚的信息。克里斯出色的交际能力，很快就和安妮的男友成为朋友，男友甚至邀请他去参加他们的婚礼。You invited him to the wedding? Don't you realize that he's writing another article about me? Sure I do, but you're not running. 安妮被克里斯的行为气得非要炸了，她来找第一任未婚夫，并告诉他克里斯可能会来这里，询问很多关于他和安妮的问题。让他没想到的是，克里斯已经早来过，并且询问了他的喜好和性格。对于前男友的回答，安妮表示很满意。她为先前的逃婚行为向他道歉，但现在的他已经释怀了。带着疑惑，他又找到了另一个未婚夫。毫无疑问，克里斯刚好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是一张安妮早期的裸露照片。安妮气愤的一把将他夺过，然后生气的离开了这里。安妮跟闺蜜来看棒球比赛，谁知克里斯又出现在了这里。为了避免两人发生争吵，安妮来到了场内加油。她跟闺蜜的丈夫高兴地做着庆祝动作，这让闺蜜有点不满。安妮以为克里斯跟她说了什么，她找到克里斯理论。 You could just turn that finger around. Excuse me? Oh, Corey. But what is that? What is this about? You know what? We have all been friends our entire lives. A type of relationship that you obviously don't understand.
The USS Maggie leaves quite a wake. Excuse me. 被他这么一说，安妮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第二天，安妮早早来到店里，为昨天的行为向闺蜜认真道歉。Don't mean to. I know. 在安妮的道歉下，两人和好了。安妮想知道克里斯来这里的真实目的。这天晚上，趁着克里斯不再来到他居住的旅馆，并从前台好友那拿到了他的房间钥匙，于是他偷偷潜入克里斯的房间，一进门就看到了克里斯喜欢听的录音带，他把它收进了自己的包里。接着他又看到一整版的便签贴纸，发现上面全是一些别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还有克里斯这段时间调查的结果。看到这，安妮很是恼火，她打算全部都撕毁掉。而就在这时，克里斯刚好从外面回来，安妮慌忙的想要躲起来，却已经来不及了。All right, I know you're in there. I saw you. 安妮赶紧锁上房门，然后打开窗户，不顾危险爬了出去。等到克里斯闯入时，他已经沿着窗边来到拐角，任凭克里斯怎么威胁，安妮都不予理会。晚上，安妮回到家，开始整理从旅馆带回的便签，上面多次出现了玩弄他人感情和渣女等字眼，这是克里斯这段问访后给他打上的标签。原来在别人口中的自己是这样的。为了挽回自己的形象，安妮意识到不能再让克里斯再这样胡乱猜测。第二天一大早，安妮就来到旅馆找他。I decided that I would help you write the truth. Really? I've decided to cooperate and let you. 不过安妮有两个条件，第一就是一笔不菲的采访费用，第二则是在推迟几天后再告诉她真相。因为这个周末她就要结婚了，她不想让这个真相影响到这次婚礼的举行。最后两人达成了交易，安妮把克里斯带到自己的小店，让他从生活上慢慢了解自己。克里斯对他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很感兴趣，他忽然发现了安妮身上的才华。安妮给他展示了前几任未婚夫送给他的求婚戒指，每一枚都与众不同，却又饱含深意。而手上的这枚是现任男友在一次棒球比赛上送给他的。It was one of the most wonderful moments of my life. 克里斯猜出了安妮男友的求婚套路，并告诉安妮这种手段有点缺乏诚意。随后克里斯演示了如何深情诚恳地向心爱的人求婚。I guarantee that there'll be tough times. I guarantee that at some point, one or both of us is going to want to get out of this thing. But I also guarantee that if I don't ask you to be mine, I'll regret it the rest of my life. Because I know, in my heart,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虽然这只是克里斯的掩饰，竟触动了安妮的内心深处，她从中感受到了表白者的深情厚谊。或许这才是他想要的爱情。随后，安妮和克里斯又来到婚纱店。安妮被橱窗上的新款婚纱深深吸引，来到店内告诉老板自己想换橱窗那一套。But the one you have on hold is lovely, dear. No, I know, but I've changed my mind. This is $1,000. After all, you only wear them for about 10 minutes or so. 老板的意思是，反正安妮这次还会逃婚，没必要花钱买那么贵的。被老板这么一说，安妮显得有些失落。显然，老板的话刺激到了安妮的内心。克里斯将这一幕看在了眼里，他看出安妮真的喜欢橱窗那一套。Can I talk to you just for a second? Look, I don't know much about this kind of thing. I'm from out of town, but you're a salesperson, right? I mean, you're here to sell wedding dresses. Well, I've been here 30 years. Perfect. Because Miss Carpenter is here to buy one. But not just anyone. She wants that one. 随后，他直接将婚纱连着模特一起拿了下来。安妮穿着心仪的婚纱，高兴地走到克里斯面前。What do you think? 克里斯被眼前的女人惊艳到了，然后心虚地说了句 You look fine. You're reading your newspaper upside down. That's got to be better than fine. Hey, come on now, admire me. 看到今天安妮在店员面前抬不起头的一幕，克里斯对她的看法也有了改变。或许逃婚的背后另有隐情。克里斯从奶奶的口中得知，安妮3度从婚礼上逃跑，并不是害怕婚礼，而是洞房之夜。这让安妮在克里斯面前感到有些羞愧。随后，安妮送给克里斯她珍藏许久的唱片，这也是他最喜欢的唱片。克里斯差点以为安妮想要巴结他，两人的关系也缓和了许多。这天，安妮来接醉酒的父亲回家，她吃力地将他扶上车。恰巧克里斯路过，主动向他伸出了援手。Tired this whole scene. Why don't you just let him sleep it off here in the truck? Come for a ride with me. Come back for him later. 路上，两人开始袒露心扉。安妮向克里斯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母亲过早离世，父亲因为太过悲伤养成了酗酒的毛病，自己不得已放弃学业，回家照顾父亲还有他的店铺。这样的出身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渴望能有一个可以值得依靠的男人出现，但每次都在即将完成婚礼的前一刻，他又开始退缩，因为他也不清楚
到底爱不爱这个将要和自己共度余生的人？也许听起来这个理由有些荒谬，但克里斯并不认为安妮在撒谎，只是逃避的次数多了，造就了不少的谣言，而那些谣言也给安妮带来了不小心理上的伤害，仿佛是上天有意安排。半路车子突然出了故障，安妮带着他抄近路回去，两人漫步在星空下继续畅谈人生。经过一处围栏，安妮顺手扶着克里斯的肩膀爬了上去，这瞬间两人停了下来，彼此内心也对对方产生了莫名的情愫。I suddenly forgot how to climb a fence. Tools, yeah. 在情感的世界了，年龄只不过是一个。克里斯在酒馆又遇到了为他提供题材的那个男人，原来他是安妮的第3任未婚夫。为了报复安妮的逃婚行为，他向克里斯夸大其词。What I said, I don't think that's why she ran. Oh, why do you think she ran? I don't know. I'm working on it. I was on the wrong track. Right? 看见克里斯开始维护安妮，他认为克里斯已经被安妮给迷住了。克里斯直接否认了这个说法，但他不知道的是，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安妮已经悄悄走进了他的心里。这天，安妮和未婚夫在沙滩举办了婚前派对，他们也邀请了克里斯来参加。本是被大家祝福的一对新人，可大家开口却是这样说 And the bride's feet filled with lead. May the pitter-patter of little feet not be Maggie's. Be returnable. 大家的祝福全是对安妮的调侃嘲讽，安妮却无奈地听着，显然她已经习惯了这种调侃。一旁的克里斯实在看不下去了。To Maggie's family and friends, may you find yourselves the bullseye of an easy target. May you be publicly flogged for all of your bad choices. And may your noses be rubbed in all of your mistakes. 安妮好像被克里斯看透了心思，她连忙逃离了现场。克里斯紧跟其后追了出来。虽然克里斯当面维护了安妮，却不能让他内心感到痛快。他一直都很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所以一直只知道一味的去迎合别人，却忽视了这样也会令自己受伤。但他却一直选择默默忍受着，即使在感情的世界也一样迷失自己。克里斯知道他不是恐婚，而是迷失自我，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You're the most lost woman I have... Lost? Yes, lost. You're so... You want a man who will lead you down the beach with his hand over your eyes, just so you can discover the feel of sand under your feet. You want a guy that wake you up at dawn. He's just bursting to talk to you. Can't wait another minute just to find out what he'll say. Am I right? 安妮认为这是克里斯企图让她再次逃婚才这么说。她害怕面对现实，更不想在即将举行的婚礼上再次逃婚，沦为别人的笑柄。第二天一早，父亲还在继续开他的玩笑，安妮实在忍不住了。You may not like that you have a daughter with problems, but guess what? I don't like that I have a father who's drunk all the time. 为了确保这次婚礼能够顺利进行，婚礼彩排上，安妮让克里斯来充当新郎，而男友辅助安妮。两人深情地看着对方，下一秒竟吻了上去。Okay. So if you're imagining me, you did great. What the hell were you doing? Bob, I'm really sorry about that. You want to tell me how long this has been going on? About a minute. A little longer for me. Really? 波比给了克里斯重重一拳，然后气急败坏地离开了礼堂。安妮追了出去，对于自己的行为她深感亏欠，但爱情往往就是这样，在错误的时间却遇到了对的人。You do have to go down the aisle with somebody. That you love. Who loves you back? 安妮的手指试探性地指向克里斯，然后脑中浮现起两人结婚时的场景。I'm okay with that. Getting married. 周末的婚礼照常举行，只是新郎换成了克里斯。这已经是安妮第4次举行婚礼，这次她显得格外紧张。克里斯的好友纷纷赶来为她献上祝福，同时吸引了不少八卦记者前来报道。大家都在猜测安妮这次还会不会逃跑。克里斯在礼堂紧张地等候着安妮，新娘手捧鲜花缓缓入场，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眼前的克里斯，这么多年来的嘲笑和侮辱让她自卑又怯懦。安妮走到一半却突然驻足了，大家都紧张地看着她，原来这只是她的小淘气。父亲拍下了女儿的幸福时刻。 No cameras now. Could we hold all photos until the end of the ceremony? Thank you. 眼看着安妮又萌生退役，克里斯喊人关闭了教堂的大门，于是便发生了开头的一幕。婚礼结束后，两人都回归到了各自的生活中。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两人都没再主动联系过对方。安妮开始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她不断提升自己的心理素质，正大光明地出现在人多的场合，不再恐惧别人对她的眼光。而婚礼结束后的克里斯变得郁郁寡欢，他内心一直在思念着安妮，却又不敢主动去找她。在经过一个商场橱窗时，他突然发现了安妮的作品陈列在其中，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明白现在的安妮已经找回了自我，内心不由自主地为她感到高兴。通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安妮终于明白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这天，克里斯刚回到家，却突然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他将自己的跑鞋送给了克里斯，并表示这次他不会再逃跑了。他让克里斯让我们学会了坚持与释怀。当你幸运地遇到那个让你心动、愿意共度生活中每一个日出日落的人时，请一定记得，不要轻易放开双手。